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喷油嘴。在比较早期的车辆，喷油嘴都是安装在进气气管上，然后它顺便借由油轨的安装，刚好就是喷油嘴的一头插到进气气管里面，然后这一头刚好就是油轨装在上面供油，然后顺便在安装油轨的时候会把它固定在进气气管上面。那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两颗，这是缸内直喷的喷油嘴。缸内直喷的喷油嘴它不见得都长这个样子，有的整体都比较粗，然后蛮长的，可能10几公分、20公分有。那为什么会有缸内直喷这个东西出现呢？因为以传统的喷油嘴来讲，它在进气气门的前端喷油，那边的气流有可能会导致喷油嘴喷出来的雾化的气流凝结，它可能会因为气流在跑嘛，然后进气气管的管壁啊，或者说进气气门本身的形状产生的扰流，所以进去的雾化状况没那么好，所以才会出现有缸内直喷的喷油嘴。基本上我们假设一个燃烧室，然后它直接雾化出来的汽油的雾化状况，在没有经过任何的扰流干扰的情况下，理论上它直接在气缸里面喷出来的雾化效果是最好，然后进而可以达到更好的燃烧效率。但是现在又有出现所谓的双喷系统，就是它又有缸内直喷，然后它又有进气气门前端，就是气管上的喷油嘴。其实缸内直喷它后来衍生的缺点就是你的进气气门的导杆很容易积碳，那就是因为缺少了进气气管端的喷油嘴的清洗。因为传统的喷油嘴它在进气气门的前端喷油，它顺便会去清洁进气气门的上面的一些积碳的油泥啊、脏污那些的，所以当缸内直喷系统出来以后，没多久，厂商就有发现这个缺点在，所以又有出现双喷系统，就是我刚刚讲的，它又有缸内直喷，它又有气管的喷油嘴，就是为了解决缸内直喷所带来的所引发的困扰。那问题是以喷油嘴来讲的话，稍等一下，我换个地方。那以缸内直喷系统来讲的话，目前我知道的是很容易生锈，尤其那种比较长、比较粗的那一种。其实像这个也会，可以看到这边都有锈的痕迹。因为说实在话，气缸内的爆炸的温度都非常高，然后这个东西装在气缸盖上，这边承受的温度相对的很高。虽然它里面是在跑汽油，汽油有冷却的效果，但是毕竟这边还是有间隙在。然后其实它为什么会生锈，众说纷纭啊。有人说可能是温度差导致空气内的湿度自然的凝结产生的水汽所造成的生锈。然后像前端这边可
可以看到，这边生锈的状况也很严重。这边应该还会有一条类似这种欧林的东西，这个也是，因为毕竟你除了活性塞孔以外，你又要挖一个洞去安装这个，你必须做好这一个孔的防止漏气的措施，像这个也是。这个也是在防止漏气。基本上缸内直喷的喷油嘴，你装进去以后，过一阵子你要拔，就要装就很难，再拔也会很难。再拔会很难，就是因为生锈啊，或者说这一个，因为这个必须做好很紧密的贴合，爆炸的压力才不会从这边跑掉。那缸内直喷的缺点就是它的喷油嘴头，应该可以看到它有积碳卡的，这个有清过了，只是它没有做很有效的清除，就大概拿个布啊，拿个卫生纸擦一擦，所以可以看到上面还是有积碳在上面。那缸内直喷的喷油嘴最容易碰到的问题就是喷油嘴堵塞，因为积碳的问题，因为没有所谓的完全燃烧，你就算你的燃烧效率再怎么好，还是会有类似积碳的东西产生。所以缸内直喷的喷油嘴多半都会伴随着它的雾化效果不良，像这个可以看得出来，它有6个孔。然后我目前现在看，我不知道这样你们有没有看得出来，它的孔里面还是有阻塞，因为因为爆炸的关系，喷油嘴缸内直喷的喷油嘴基本上它是跟缸壁，它是等于是这样子的，它等于是跟燃烧室的上半部那个圆弧整个贴住的，所以爆炸的压力在这么大的爆炸压力情况下，气体很有可能会把脏污往里面挤，所以很多缸内直喷的车都会建议要加清洗喷油嘴的药剂。但是你清洗喷油嘴的药剂，你毕竟你的重点还是只洗这个孔，而且说实在话，这种孔并不是那么好清洗。然后还记得我前几篇有拍一篇，就是适度的添加点柴油进汽油里面，可以帮助清积碳吗？所以我才有想到，如果缸内直喷的车适度的混油的话，是不是可以减缓这个堵塞的现象？像我这个朋友，我这个喷油嘴也是跟我那个朋友拿，就是节气门的那个朋友，我跟他拿的，这个他车厂顺便也一起把它换下来了。那我也是有跟他讲，但是他有没有加，我目前还不确定。所以我是有跟他讲说，因为他有看过我的车，我的燃烧室里面很干净，我是有跟他提过，如果他不建议的话，可以试着添加看看，因为我听其他的朋友聊过说，缸内直喷的车喷油嘴的更换率会比传统进气歧管喷油的车辆更换率会高很多。第一个就是喷油嘴的阻塞，然后再来就是里面电磁阀的故障。
因为毕竟这个你装在缸头上，喷油嘴所必须承受的高温，真的很难去想象。虽然火星塞，它也是装在气缸顶上，但是毕竟它本身只是一个媒介，它没有太多的应该说它只是一个很单纯的媒介而已。假设这是火星塞，高压电从这边进去，然后传导到这边，就这样子而已。所以火星塞它也是怕高温没有错，但是它没有那么怕。火星塞，所谓火星塞会怕高温，就是可能它的膨胀系数啊，或者它点火头那个材质的问题而已啊。但是缸内直喷的喷油嘴，它里面有一个电磁阀，任何的喷油嘴都会有一个通电的地方，它里面会有线圈。就像我刚刚讲，虽然它里面是在跑汽油没有错，汽油有冷却的作用，但是毕竟缸头这个高温，它并不是一点点汽油就可以去冷却它的，所以缸内直喷车最容易伴随的我重讲好了，单独的缸内直喷车，它的缺点就是进气门很容易积碳，很容易有油泥的产生，那是因为没有气管喷油嘴的迁徙。然后缸内直喷车它的另外的缺点就是喷油嘴容易坏，当然没有那么容易啊，只是以一般车辆下去做比较的话，它的损坏几率算高很多了。一个就是刚刚讲的喷油嘴堵塞，一个就是里面的电磁阀故障，这三个是单独缸内直喷车所必须面临的缺陷。当然刚刚讲的后来出现的双喷系统，就是有缸内直喷，它也有进气气管喷油嘴，就是它的以这种设计的话，它只能减少进气气门的脏污。然后像刚刚讲到缸内直喷，单独的缸内直喷车，如果进气气门的脏污严重，譬如说积碳啊、油泥啊这些东西过于严重的话，它会去影响进气门的密合度，所以会导致可能进气门关不紧，你可能在爆炸的时候会漏压，甚至发动的时候也会漏压。所以这是单独缸内直喷车所必须面临的三个缺点。然后双喷车的话就变成只剩下喷油嘴容易故障，然后缸内的喷油嘴容易堵塞。其实如果说我是不清楚缸内直喷车跟传统的进气气管喷油的车辆，他们的燃烧效率到底差多少？我相信可能会差很多啦，因为少了进气气管，然后进气气门的老流，它直接在气缸内雾化，喷油雾化的效果一定是最好。只是我不了解它所带来的燃烧效率有没有差很多，那个燃烧效率有没有值得增加更换喷油嘴的效率高？那其实像喷油嘴，不管是缸内直喷车，或者说进气气管喷油的车，一样就是这一端，因为我们多半检查就是检查这一端，这一端就是油轨装在上面，像这个胶环、这个 O-ring，
这个欧联如果硬化或开始渗油的话，都要去注意，因为这个毕竟汽油类的东西是很危险的。像我的车，像如果你们要检查的话，可能等一下。像喷油嘴，如果要检查的话，目前这样子，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这边这个是油轨，然后仔细看这边会有个缝，就是喷油嘴跟这个座油轨座，它那边有个接缝处，4个都要去检查，可以去透过观察那个接缝处有没有湿湿的，或者说你可以靠近闻，看能不能闻到汽油味。如果有闻到汽油味，这个就要赶快去做检查，因为这个很危险。然后油轨的话，可以看到这边这个是油轨的压力阀、调压阀。这个如果老化或者损坏的话，它会导致雾化的效果变差。然后油轨接头这边都要做检查。最简单的检查方式就是靠近的闻闻看这附近有没有汽油味。如果闻得到汽油味的话，真的就要赶快去做检查，因为这非常危险。因为这边如果发生汽油渗漏的话，非常非常容易引发火烧车，这个真的要注意。那基本上喷油嘴，不管是进气歧管喷油，或者是缸内直喷油，或者是双喷系统，跟油轨的检查、油管的管路检查，最简单的方式大概就是这样子了。那喷油嘴的设置方式、优缺点，大概也就这样子了。好了，那今天这个喷油嘴的解说跟油路上的简单检查的方式就到这边咯，谢谢各位，拜拜。